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中东战争已经打了4周，近期在武器和盟友布局上丢了面子的中共，过去半个月却似乎抓住了美国的软肋。因为军事敏感性和其他原因，多数媒体都没有详细报道这些本该让世界震惊的危机事件。而且近期的2个危机事件和美国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息息相关，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共对伊朗战争的真实认知和行动策略。今天我就和大家聊聊，虽然川普现在承诺未来一段时间不会轰炸伊朗的电力能源系统，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其他目标的轰炸从来就没有停过。目前美国已经完成了对伊朗上万个目标的轰炸，轰炸的重点已经从核设施和导弹系统深入到对伊朗核原料、导弹和其他武器的生产能力和设备的轰炸。伊朗最高层领导体系已经遭到2轮重创，伊朗的海军和空军基本上已经消失了，而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发射能力也被销毁至少一大半。目前美国舆论中比较主流的看法是希望这场战争大致按3个阶段推进。第一个阶段5到6周完成主要军事行动，目标是削弱伊朗的核材料、军事力量、镇压民众的力量，以及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能力。第2阶段6个月，主要是维持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持续压力，以这种压力为杠杆，造成伊朗政权的瓦解，完成对伊朗核能力的根本削弱，并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通行。第3个阶段大约要2年半，也就是川普离任前实现。这个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伊朗反对派推翻现在的伊朗独裁政府。从实际战争状况看，美国和以色列基本是按这个时间表在推进的。而伊朗这边，他已经突破了一切底线，他的做法已经让伊朗在世界上众叛亲离。目前阿联酋、沙特等中东6国已经成为推动美国彻底打翻伊朗政府的核心推动力。但伊朗在西方舆论场上确实有一股极强的隐藏盟友，就是长期替他们过滤现实、偷换是非的左派媒体。正是这些左派媒体的虚假叙事，让很多美国人对整场战争的状态、对战争的正义性出现迷茫。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400多枚弹道导弹中，有一半是极速弹。这种导弹能在5英里的范围内投下数十枚子弹头。国际法明确规定，用极速弹攻击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构成战争罪。截止3月22日，已经至少有20多枚这类伊朗导弹击中了以色列人口稠密的居民区，也就是在现实中，伊朗在持续犯下战争罪。但在左派媒体的叙事中，这个战争又是一个什么现实呢？有一个专门盯着中东报道准确性的机构叫 Camera， 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很有意思。战争前3周 BBC、CNN、NBC、纽约时报这些媒体一共使用了32次战争罪这个词，但是其中 88% 是用来专门针对美国或以色列的，居然没有1次是专门针对伊朗政府的。在这套叙事里，美国和以色列成了邪恶方，而伊朗政府反倒是越来越像受害者。另外，伊朗政府还有一个盟友叫辛格姆，他是一个印度裔的美国科技大亨，但却长期住在中国上海。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主义者，他的很多言论都来自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他用激化美国社会矛盾的方式，过去10年在美国资助和推动所谓的革命思想和运动。近期包括今天，受他资助的近500个团体在美国各大城市走上街头，抗议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抗议活动的标语就是不要战争，不要帝国主义，不要国王。据福克斯新闻报道，这个不要国王的反川普抗议的年预算在30亿美元左右，而伊朗政府的梦想就是能像越战那样，鼓励美国内部的反战风潮，左右美国民意，迫使川普政府仓促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政教合一的伊朗政府、西方的左派媒体和共产主义推动者居然结成联盟，这也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奇葩现象。
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2026年3月9日，路易斯安那州的夜空下，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一如既往地笼罩在南方潮湿的空气中。这座基地你可能没听说过它的名字，但它却是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的心脏。多架 B-52H 战略轰炸机就趴在这里的跑道上，他们已经挂上了准备打击伊朗目标的巨型炸弹。更关键的是，这个军事基地是美国核三位一体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所谓核三位一体，指的是第一，陆基洲际导弹；第二，潜艇弹道导弹；第三，战略轰炸机。这是三套彼此独立而又彼此支撑的核打击体系，而这个基地本身就处在美国战略打击神经中枢的位置。换句话说，如果美国战略威慑体系有一根最敏感的神经，那么这个基地就是那根神经的重要节点之一。而此刻，这些 B-52 战略轰炸机正在准备执行美国的史诗怒火行动，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空袭。这些轰炸机有的飞往英国的中转基地，有的干脆从路易斯安那直飞伊朗。那是一段需要在空中多次加油的疯狂航程。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基地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东西，12到15个光点。编队飞入了基地上空，他们没有关灯，反而故意亮着灯光，就像在说：“我来了，我就是让你知道我来了。”警报拉响，基地指挥官下达了一个在美国本土空军基地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命令：就地避难，所有人员立刻进入掩体。B-52 的引擎熄灭了，导弹挂在翼下，哪儿也去不了。飞行员从座舱里爬出来，和地勤一起涌入混凝土掩体。美国最强大的战略打击力量之一，在自己的家门口被一群无人机按下了暂停键。这一幕在整个二战时期都没有发生过，但在2026年的春天，它发生了。而最让人不寒而栗的，不是这些无人机来了，而是没人知道它们从哪里来。让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看看这些不速之客到底是什么。每天大约同一时间，12到15架无人机编队飞入基地空域，他们不是来了就走，而是一来就在基地头顶盘旋整个4个小时。4个小时2部电影都看完了，他们还在你头顶盘旋。这么长的滞空时间，它已经明显超过目前美国市场上多数商用无人机的能力范围。更诡异的是，他们的行为模式，这些无人机每天更换进入和离开的航线，飞机编队故意拉开分散，像一群有默契的狼，从不同的方向涌入，又从不同的方向撤离。你想通过信号三角定位追踪他们的来源，对不起，他们看上去就是为了让你追踪不到而设计的。基地并非毫无准备，巴克斯戴尔部署的电子战设备可以用来干扰 GPS 信号，让无人机失去定位，或者是切断数据链路，让无人机和远程操控者之间的连线断开。这一套东西对付普通无人机基本上是降维打击，但这一次它却失败了。干扰对这批无人机居然无效，这些无人机表现出来的信号特征明显不像普通民用设备，它们似乎能够对抗 GPS 导航信号和其他链路的干扰，这让情报分析员意识到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这些无人机很可能具备较强的自主飞行能力，它们自身可以装备多种传感器，能根据环境变化自行调整行为，或者在受干扰时切换进入自主飞行模式。说白了，就是当你试图干扰它时，它自己会判断怎么应对。这绝对不是一般商用无人机该有的抗干扰能力。巴克斯戴尔基地没有防空导弹，没有高射炮，甚至没有驻扎战斗机。美国这个承担着战略打击职能的基地，在面对头顶一群嗡嗡作响的无人机时，却显得束手无策。
驻扎在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的第2轰炸机联队拒绝透露是否曾对这批无人机使用过攻击性武器。负责监管轰炸机和洲际弹道导弹等战略设施的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也对此拒绝发表评论。相关专业人士表示，这次入侵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技术水平超越目前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无人机的能力，也超越了伊朗在任何已知无人机的能力。这位专家甚至表示，从某些方面看，这些无人机甚至超越了美国军火库里相当一部分型号无人机的能力。乌克兰战场已经成为世界无人机技术最残酷的实验场，俄乌双方每天都会消耗成百上千的无人机，技术迭代速度几乎以周为单位，而这些出现在路易斯安那上空的东西，比那个实验场里最先进的产品似乎还要领先一个身位。大家应该还记得2023年初，一个白色的巨大气球飘过了北美大陆的上空，那是一只来自中共的高空侦察气球。它沿着一条精心设计的航线，安静地划过了美国的心脏地带。它飘过的路线包括蒙大拿州的马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美国民兵3型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就埋在那个基地的周围，还包括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那是美国 B-2 隐形轰炸机的唯一驻地。全球最昂贵的作战飞机之一就藏在那里的机库中。在中共气球从这些地方上空悠然飘过之后，直到它即将离开美国本土时，拜登政府才下定决心出动了一架 F-22 猛禽战斗机，在南海罗来纳州莫特尔海滩外海将它击落。气球事件让美国颜面尽失，也让中共的高空侦察行动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那个放气球窥探全球的人，气球被打下来之后，你会怎么做？你会放弃，还是会换一种方式？会不会换成一种更小、更快、更难追踪的方式来实现目标？一种不再需要飘在18000米高空，能够被 F-22 锁定的气球，而是贴着树梢飞行、编队作战、抗干扰自主导航的新模式。因此，有人推测，巴克斯戴尔基地上空的无人机群很可能是中共在气球被击落之后对美国本土军事设施实施侦察的一种新方式。当然，到目前为止，公开信息还不足以直接点明幕后黑手，但如果我们顺着动机、能力、目标选择和行动时机一起推理，中共的嫌疑确实很难被轻易放过去。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画面就变得非常阴暗了，因为这意味着有人把这些高度精密的设备偷运进了美国本土，有人在美国的土地上布设或训练了相关的操作力量，然后在美国与伊朗开战的最敏感时刻，精确地选择了美国空军打击力量的指挥中枢之一，堂而皇之地发动了一场持续1周的情报收集行动。虽然这个行动谋划得非常缜密，每天同一时段出击，持续施压，打完就撤，不留痕迹，这不是什么无人机业余爱好者能做得到的事，这是经过严密策划和演练的军事级别的行动。在美国全力打击伊朗的时刻， B-52 携带的巨型炸弹不断摧毁伊朗各种核设施和军事目标，而这群神秘的高性能无人机却在巴克斯戴尔军事基地反复出现，迫使轰炸机推迟起飞，间接为伊朗争取了转移关键资源的时间窗口。一支中共气球从高空被美军打下来，3年后，一群幽灵却从树梢的高度飞了回来。如果你以为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这个事件只是一次孤立事件，那你就低估了这盘棋的规模。弗吉尼亚州的兰利空军基地坐落在汉普顿地区，是美国 F-22 猛禽隐身战斗机的重要驻地。从2023年12月到2025年6月，长达1年半的时间里，有17个夜晚，
这个基地被不明来源的无人机蜂群入侵。有报道指出，其中一些无人机体型超过6米长，飞行速度超过每小时160公里，这已经绝对不是什么消费级的小玩具了，而是专门设计的大型飞行器了。最后结果是什么呢？美国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 F-22猛禽被迫转场，被一群身份不明的无人机逼得不得不背井离乡。加利福尼亚州棕榈谷附近有爱德华兹空军基地，那里还有著名的42号工厂。美国军火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波音这3大军工巨头都在这里运作着最高机密项目。下一代隐身轰炸机、下一代战斗机，那些连名字都不能轻易提起的东西，就是在这里开发、测试、迭代。从2024年底一直持续到2026年，这个工厂上空不断遭到不明无人机反复侵入。再看近期，2026年3月10日到20日，华盛顿特区的麦克奈尔堡空军基地也是多次出现了不明来源的无人机。更敏感的是，当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战争部长赫克塞斯都住在那个基地内，这些无人机居然飞到了他们住处的屋顶上方。3月13日、19日，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吉约特将军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书面证词，其中简要提到了一起小型无人机入侵美国军事基地的事件。吉约特在证词中提到，上个月实施怒火行动启动的凌晨时刻，一套部署在某美军基地外的便携式反无人机武器成功探测并击落了一架在美军战略设施上空活动的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吉约特描述的这个事件是否属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系列无人机入侵事件的一部分。这些事件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联也还没有公开定论。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发言人拒绝透露吉约特证词中所指的那具体基地，但表示确实发生了多起类似入侵事件。事实上，在每一起类似事件中，美国军方官员大多都以作战安全为理由，拒绝透露更多细节。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点连起来看，核导弹相关基地、隐身战斗机基地、最高机密武器研发中心、美国关键决策者的住所，一张精心绘制的美国战略软肋图就展现在我们面前。这绝不像一系列随机骚扰，而更像是有人在系统性的探测美国最敏感、最核心的军事资产和指挥管控机制。更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美国似乎并没有拿出足够强有力的反制手段。美国这个拥有全世界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这个年度国防预算超过8000亿美元的军事巨国，有能力把军事能力投射到全球几乎任何一个角落，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一直显得无力保护自己家门口的天空。美国战争部目前确实正在开发反无人机系统，包括高功率微波武器，但那东西要装进6米长的集装箱里，需要训练有素的操作员，需要和基地雷达与指挥系统深度整合，而且据说距离真正大规模部署到各个美军基地还需要几年的时间。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航空兵偷袭珍珠港，造成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毁灭性的打击。那一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也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意识中一道至今无法完全愈合的伤疤。从那以后，美国人在心里画了一条线，美国本土绝对不能再被触碰。为了这条线，美国建起了北美防空司令部，把雷达阵列铺满阿拉斯加的冻土带，把预警卫星送上36000公里的同步轨道，把核潜艇沉入神秘的大洋深处，让航母战斗群在全球7大洋游曳。这道底线美国维持了80年。然而2026年3月的那个夜晚，10几架亮着灯的无人机用一种近乎挑衅的从容刺穿了这道底线。没有导弹，没有轰炸机，没有航母编队，只是一群嗡嗡作响的小东西。
他们让核打击基地停摆，让隐身战机转场，让美国高官在自己的卧室里听到不属于美军的空中引擎声。传统的军事安全感来自更大的航母、更快的战斗机、更远的导弹。但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的遭遇告诉我们，传统的战争逻辑已经悄然改变。你不需要一支舰队来瘫痪一个超级大国的战略神经中枢，你只需要一群足够聪明的无人机，一扇没有锁紧的国门，再加上一个像中共这样的地缘政治敌人。你以为这种压力只停留在天空上吗？如果说前面那些不明无人机像是在美国军事体系的头顶反复踩点，那么最近曝光的另一起事件就让中共的影子显得更近、更直接了。因为在这个事件中，危险不在天上盘旋，而是直接摸到了美国战争机器的门口，甚至差一点就在最敏感的时刻直接炸开了。2026年3月，就在美军针对伊朗展开史诗怒火行动的关键时刻，佛罗里达州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出事了。这个地方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空军基地，它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心脏，也是美军处理中东方向军事行动的重要神经中枢，同时也是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主要驻地。换句话说，美国在中东怎么打，往哪儿打，谁来打，很多关键决策和指挥链条都要经过这里。就是这样一个关键地点的关键时刻，一枚爆炸装置却被人悄悄地放在了基地访客中心附近。根据美国联邦政府最新披露的起诉书，涉案的是一对在美国居住的姓郑的华裔姐弟。3月10日，20岁的弟弟阿伦郑在麦克迪尔基地的访客中心附近的一处相对偏僻的区域设置了那个爆炸装置，而且装置放下之后，他还立刻拨打匿名911电话，声称基地有炸弹，显然是想在战争最敏感的时期故意把这个基地搅乱。结果呢，基地最初的排查居然没有发现他放的那个炸弹。接下来的48小时更像一场事先排练过的撤离行动。3月11日，阿伦郑和他27岁的姐姐安玛丽郑把作案时使用的黑色奔驰卖给了一个二手车行，显然是试图抹掉最主要的作案痕迹。3月12日，两人一起迅速飞往中国，就是在案件还没有真正浮出水面，调查还没有触及核心的时候，他们两人已经离开了美国。这个行动之快，处理之老练，显然不像是临时起意，更像是早就计划了一切，准备好了退路。结果直到6天后的3月16日上午11点20分左右，一名基地巡逻人员才终于发现了那个可疑包裹。警报损时拉响，基地防御级别提升到了查理级。查理级是美国战争部部队防护体系里仅次于德尔塔级的高级别警报。它的意思是，虽然基地还没有遭到攻击，但是已经发生了某种事件，或者收到情报显示针对人员或设施的某种恐怖袭击极其有可能发生。于是整个基地主门关闭，全员就地避难。排爆小组顶着高压忙了整整4个小时，最后确认那不是随手丢在路边的吓唬人的假货，而是真正具有破坏力的高危爆炸装置。排爆小组最终成功把这个爆炸装置拆除了。如果那东西此前真的以某种方式被引爆，那后果不堪设想。这是把美国的战时指挥神经中枢直接架在了火上烤。不过，美国战争部和联邦调查局在3月16日并没有立刻对外公布这个事件，于是整个案件最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第二天3月17日，姐姐安玛丽郑居然独自从北京又飞到了底特律入境。她究竟是回来试探风声，还是另有什么安排，外界现在还不知道。但联邦调查局显然已经查到了她的航班，布置好了一切。她在底特律机场一落地就被当场抓捕。
随后，调查人员通过对那辆已经被卖掉的、被用来作案的奔驰汽车做了电子取证，又结合监控录像和其他证据，把这对兄妹的整个行动轨迹完整地拼了出来。第二天，3月18日，联邦政府对他们的起诉就正式公布了。弟弟阿伦正被控企图破坏政府财产、非法制造爆炸性装置、持有未登记爆炸装置等多项罪名。因为他目前已经躲在中国境内，因此被全球通缉。未来中共会如何回应美国的这个通缉令也非常有看头。而姐姐安玛丽正则因为协助逃避追查、篡改证据，也面临严重的刑事犯罪指控。这个案子目前公开出来的事实是2名美国公民涉案，但是2人在作案后却立刻逃往了中国。美国媒体表示，美国的调查人员还在查这个案子背后是否存在外国政府的影子。截至目前，还没有公开证据能够直接证明这起案子就是中共在幕后操盘。但是你把前后的画面连起来，背后中共的影子就再次扑面而来。更耐人寻味的是，这2起事件都发生在美国全力投入中东战局的时刻。前面是一系列不明无人机反复入侵和干扰美国直接参与实施怒火军事行动的空军基地，后面是一枚爆炸装置，直接被放在了这次战争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大门口。再加上嫌疑人在案发后第一时间迅速飞往中国避风头，你说这背后会完全没有中共那只大手在起作用？虽然我在这里不能轻率下结论，但是我们也绝不可能装作看不懂或看不见。近期发生的这2起事件暴露出一个值得警惕的状况，这不是一个军事基地安保疏漏的问题，而是美国整个本土军事防护体系存在一层软肋。天上有人可以用低成本的高机动性难追踪的无人机不断施压你的反应神经，地上有人可以靠潜入、安放、恐吓、撤离这一整套动作，直接逼近你的核心指挥节点。换句话说，美国现在面对的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来自地球另一边的导弹战机威胁，而是一种更分散、更隐蔽也更阴冷的穿透方式。它不一定一下子把你炸垮，但它会反复测你的门，摸你的锁，量你的反应时间，然后在你最忙最乱的时刻突然狠狠干你一下。最近这些年，总有国人用不同的方式问我，美国上上下为什么在针对中共问题上态度如此强烈和一致？我回头看，真能很清楚地看到10年前美国大众的态度都不是现在这样的。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我今天讲的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中国国内有多少人能看到。过去20年中，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多少年积累下来，美国人现在看到的已经不是一架气球、一群无人机或是一枚炸弹那么简单了。美国人看到的已经是一个早已把侦察、渗透、骚扰和破坏揉在一体的中共这个体系，看到中共这个体制正在用最隐蔽、最阴冷的方式反复测试美国人的容忍底线。不过，我这些年向美国人讲述的最多的一句话始终没变，那就是中国老百姓恰恰是中共这个体制最深、最久也最无奈的受害者。最后和大家更新一下，在我的杰森新闻快递频道中，过去2天有在美国内阁会议上关于目前伊朗谈判的详细的精华片段，也有卢比奥在巴黎参加完和北约的盟友的峰会后对媒体讲的最新内部消息。如果还没有看的朋友，希望大家去看看，内容很劲爆。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